無論別人怎麼說，怎麼攻擊他的老婆，說不配做賴斯的妻子，可賴斯根本不理。賴斯直接回復：我老婆真實有趣，美麗善良，我愛她勝過世界上的一切。但是球場上的薩拉赫確實在場上沒有任何表現，既沒有持球和傳威脅球的能力，也不打內部的穿插，更不要說突破的能力了。但凡球到了薩拉赫腳下，球迷們就求着他不要丟失球權就好。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教練斯洛特仍然讓他首發。比賽結束後，漢堡主場的球員通道內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拜仁教練組的部分成員更是直接前往了裁判更衣室，在門口圍堵裁判奧斯莫斯，和他展開激烈爭論。出現在現場的還有哈里凱恩，他一邊搖頭一邊從爭執旁走過，並被清楚地聽到他說：這是我在足球世界裡遇到過最糟糕的一個。朋友們，提醒大家，明天周日的北京晚上9點，咱們一起直播看皇馬，再看曼聯。老 K 也預測一下，旗帜鮮明的看好皇馬、維拉、曼聯，還有森林隊和曼城。那麼今天的比賽，切爾西踢得非常精彩，我是越來越喜歡羅塞尼爾了。好，關注老 K 足球新聞，盡在掌握。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評論支持一下，謝謝。切爾西的少帥羅塞尼爾，老 K 是越來越喜歡了。今天的這一場英超，切爾西上半場確實打得非常不好。上半場主場0-2落後於西漢姆聯，開場僅7分鐘，鲍文是邊路傳中，皮球直接轉進了球門。這本身是在右路的一個轉身，然後用左腳竟然兜出了一個遠角的弧線。然後第36分鐘，還是在西漢姆聯的右路，万比薩卡橫掃中路，薩姆維爾抽射破門。這個球就是老 K 最喜歡的，你下底之後不要想那麼多，直接一個倒三角回頭點。在點球點附近，薩姆維爾也沒有猶豫，這個終結能力非常好。下半場，主教練羅塞尼爾果斷調整，第57分鐘，福法納傳向門前，同樣也是從切爾西的右路，一個45度的傳球到了後點，佩德羅頭球破門。77分鐘，切爾西在左路傳中，德拉普頭球擊中橫梁，庫庫雷利亞一個飛身的魚躍補射破門。這個頭球愉悅，決心滿滿，真的是不顧受傷的危險。補時第92分鐘，切爾西讓2追3。在右路打出了配合之後，佩德羅仍然是橫敲倒三角回頭點，恩佐門前推射上演絕杀。被让2追3的西漢姆联队失去了理智，在補時第11分鐘發狂了，托蒂博飛撲鎖喉佩德羅，讓觀眾們不僅看了一場大逆轉，還看了一場自由搏擊和扇耳光大賽。而阿達瑪竟然連牌都沒有，阿達瑪特勞雷太嚇人了，衝過來那2下像個野獸一樣，太恐怖了，或者說他的肌肉太發達，像個牛蛙。這哥們兒揪着庫庫雷利亞的頭髮就給人撂倒了，居然啥事沒有。而托蒂博正常就是衝着打架去的。今天的切爾西在如此密集的賽程下，只能進行輪換管理，可是效果顯而易見。切爾西強就強在首發球員的實力，能夠和每個強隊扳手腕，可是替補的陣容實力就太差，所以今天整個上半場完全沒有打出來一點戰術。這是球隊的問題，不是主教練的問題。羅塞尼爾現在這樣，過去馬雷斯卡也是如此。但羅塞尼爾的優勢就在於臨場的果斷。今天上半場26分鐘，因為吉滕斯受傷，就把佩德羅內托換上來。而中場休息一看勢頭不對，直接就換了3個人：巴迪亞西勒下、哈托下、加納喬下、福法納、庫庫雷利亞和若昂佩德羅上。果然效果立竿见影，很快换上來的若昂佩德羅和庫庫雷利亞就进了2個球。所以老 K 看罗塞尼爾這樣的少帥，長得又帥，是越看越順眼。特別是他在賽後為被換下場、上半場表現不好的隊員進行辯解。他說，人們可能會對被換的球員有看法，但這是全隊的問題。羅塞尼爾說，我最大的收穫是我真的非常欣賞切尔西這支球隊所展現出的精神、鬥志和韌性。從我接手球隊的第1天開始，我就對他們提出了這些要求。我們的訓練課還不多，但我們討論過如何積極應對挫折，討論過丟球之後的反應、逼搶、活力和強度。所有這些在下半場都體现出來了，但在上半場卻沒有。我不認為這僅僅是因為我做出的輪換調整，這真的很困難。我們在短時間內踢了太多的比賽，我擔心球員們會缺乏活力，不是說完全沒精力或者不投入，而是我覺得我們上半場的決策太差了，什麼時候該控球，什麼時候該逼搶，我們都完全沒把握好。而西漢姆聯隊顯然是上半場表現更出色的一方，我們在半場休息的時候做出了反應。下半場球隊的表現讓我明白，如果我能正確的調配陣容，這支球隊真的有獨特的潛力。而另外一方面，我對上半場無論是從個人還是整體來看，並沒有什麼擔憂，因為我們上半場的表現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
當那些球員被換下場以後，人們可能會對他們有看法，但這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隊的問題。上半場是我們全队表現不好，這些球員也知道，我會盡早做出換人調整，但這絕不意味着他們從此就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了，只是他們上半場的表現太萎靡了，但下半場的表現正是我所期望看到的。現在我們切爾西到了2月份，還在同時征戰4項賽事，每3天就要踢一場比賽，包括歐冠、周二要踢的聯賽杯，還有英超聯賽和足總杯，這就需要我們有強大的陣容儲備。你得擁有一支非常出色的隊伍才可以。儘管今天上半場的表現很糟糕，但我覺得我有這樣的陣容。順便說一下，今天西汉姆聯队也踢得很棒，我得認可他們。我們知道這場比賽會很艱難，西汉姆联已經連贏3場了。對我來說，我要做的就是確保能讓上半場和下半場的陣容都發揮出應有的水平。同時，我也想贏得比賽，所以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不過，我希望這對球队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剛剛有人告訴我，這是我們切爾西在英超歷史上首次在主場0-2落後的情況下逆轉取勝，在對手狀態正佳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意義非常重大。所以有很多積極的方面，但也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我不會回避這一點的。但是看到我們的球隊在下半場表現出來的決心、心態、精神以及實力，我感到無比欣慰。而最近我們的球迷們情緒有些波動，這個責任在我，責任在我。我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球迷們會說這是俱樂部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但我不能只專注於這個，這是一家令人非常驕傲的俱樂部，有着輝煌的傳統和歷史，近期也多次捧起過獎杯，他們想要繼續奪冠，我也一樣。所以說，作為一名教練，在賽季中途接手，訓練課又不多的情況下，7場比賽贏了6場，這個開局真不算差。只要球隊能像今天下半場那樣展現出鬥志、活力和強度，球迷們就會支持我們。我真的很享受成為切爾西這家俱樂部的一員。哈哈，罗塞尼爾說話真的是高情商，我感覺他背後的意思，這段話呀，還是說切爾西替補陣容的實力太差，管理層你得想想辦法呀。那麼最近連勝的切爾西在英超已經暫時爬升到了第4位，只等待曼聯下一場的比賽結果。過去的節目中，我曾經專門介紹過羅塞尼爾小時候和他後來當教練的整個經歷，真是越看越喜歡他。那麼下一場在英國聯賽杯的半決賽次回合，2月3日，阿森納坐鎮主場對切爾西。今天阿森納贏球之後，槍手的主帥阿爾特塔也說，我們不會給自己放一天假的，我們要去備戰切爾西了。所以好吧，這一場火星撞地球，切爾西攜着連勝的餘威。要知道今天3-2逆轉是切爾西隊史首次在英超主場對陣西漢姆聯取得6連勝。那麼帶着這股慣性和韌勁，切爾西將挑戰阿森納。今天評論員加里內維爾也說，這是一場多麼精彩的比賽，切爾西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而對西漢姆聯來說，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切爾西就是這樣一支球隊，你在同一場比賽裡會看到他們完全不同的2種狀態。比賽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看起來像嬰兒一樣非常稚嫩，可突然之間他們就甦醒了，爆發出真正的力量。憑借這場勝利，他們躋身聯賽前4，也將帶着極強的信心迎來周二在酋長球場對陣阿森納的聯賽杯半決賽。畢竟他們已經在最近2場比賽中，在對陣那不勒斯和西漢姆聯的時候都完成了逆轉。哈哈，加里內維爾罵人真是不吐髒字啊！確實，今天上半場被換下來的加納喬、巴蒂亞希勒還有吉滕斯，老切爾西球迷都知道，這3個就真的像嬰兒一樣的單純而且稚嫩。這個比喻確實太生動了。當嬰兒們下場，切爾西自然就甦醒了。但是今天賽後，主教練羅塞尼爾說出了老 K 過去當主教練的一句話：我會給每個人機會，上半場問題不在於球員的個人。是的，包括老 K 玩足球經理遊戲，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個球員打入冷宮過，哪怕他鬧着要走。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所以如何團結每一分力量，讓每一個人都發揮自己的餘熱，這才是最高級的主教練做排列組合的意義所在。那麼今天羅塞尼爾執教英超的前3場全勝，也成為了英格蘭教練歷史上的第4人。過去前3位是1992年的博比·古爾德，2001年的阿勒戴斯，2017年的克雷格·莎士比亚。过去马雷斯卡带切爾西翻盘過的比賽確實好像有些少，馬雷斯卡這個主教練確實有些軟蛋，他只會在賽前針對性的布置戰術，踢得順的時候就笑嘻嘻，如果出現了比賽計劃以外的情況，他就不知道怎麼辦了。總之，現在看羅塞尼爾是越看越帥，
各方面看起來真的很優雅，特別有氣質，穿衣的衣品也帥。最明顯的感受在羅塞尼爾的麾下，這支切爾西給了車迷更多的激情。而今天的恩佐在伤停補時階段完成絕殺之後，也正好代表切爾西出戰了第150場正式比賽。這一個絕殺讓自己的這場里程碑變得更加難忘。3年了，踢了150場，1年踢了50場，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踢滿全場。再加上在阿根廷國家隊的比賽，恩佐真是鐵人也包括庫庫雷利亞、內托還有凱塞多，這幾個真的有點被過度使用了。有时候哈托在還可以頂一下左後衛，但是2個後腰是真的沒人頂替。有意思的是，今天也是老队長里斯詹姆斯的英超生涯第150次出场，同樣是150，虽然一個是所有的比賽，一個是英超，但是也能看得出來老队長確實缺席的比賽太多了，過去受傷太多了。而恩佐在場上有硬度，能拿住球，還能全场飞奔，又幾乎場场踢滿，甚至還能夠前插進球，是真的太全面。今天脫了衣服慶祝之後的獅子紋身是真的帥。另一方面，若昂佩德羅今天一傳一射，本賽季首回合在對陣西漢姆聯的时候，就是他1球2個助攻，而且這也是本賽季至今他僅有的2場既有進球又有助攻的比賽。佩德羅真是切爾西本賽季最佳引援，真的好用。最後1分鐘甚至還造了2個紅牌動作。今天替補登場，他也當選英超官網投票的本場最佳球員。我想鐵錘幫西漢姆聯隊是真的記住這個球員了，因為還有個記錄，上一次切爾西的球員在英超替補傳射建功，也是對陣西漢姆聯，那還是2022年9月的齊爾維爾。另外，今天也是切爾西後衛福法納在英超生涯第1次送出助攻。福法納來了切爾西4個賽季，現在也正是他出場次數最多的一個賽季。過去雖然傷病很多，但每位切爾西的主教練好像都喜歡用他，推進上搶、防守chuyển位和補位都是頂級的，出球和防空也不錯，缺點就是偶爾愛冒頂。另外不得不提，雖然比賽輸了，但是萬比薩卡對切爾西送出2次助攻，也是首次單場英超參與2加球。這位過去來自於咱們曼聯的球員，現在已經28歲，本賽季聯賽踢了14場首發，才只有今天的這2個助攻。好，另一方面呀，切爾西主教練羅塞尼爾的父親老羅塞尼爾，過去的前東家就是西漢姆聯，他今天也來到了賽場，看着兒子帶隊打自己的前東家。這位61歲的老羅塞尼爾在球員時代曾經效力過西漢姆聯隊、富勒姆，還有女王公園巡遊者、查爾頓以及布里斯托爾城隊。退役以後，他還曾經擔任布倫特福德和塞拉利昂國家隊的主教練。好，比賽的事情說完，切爾西有個不好的消息，埃斯特旺超级新星由於個人原因缺席了切爾西比賽，目前已經返回巴西。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家人可能有什麼大事兒，不管怎樣，希望一切安好。好，今天另一場比賽，阿森納在阿爾特塔的帶領下繼續狂飆，客場對利茲聯，開場27分鐘，馬杜埃凱就助攻了蘇品門迪頭球破門。這個45度的傳球，最關鍵是阿森納的球員在前點竟然有2-3個，幾乎是沒有對手防守的情況下完成了攻門。而第33分鐘，宇宙第1角球对阿森納在左路開出角球，這個球主罰的腳法極佳，直接往門裡轉。利茲聯的門將在本方後衛的阻擋下，不慎將球烏龍擊中了自己的球門裡面。下半場第69分鐘，馬丁內利替補送出傳中，澤凱賴什倒地用右腳的外腳背鏟射破網。第86分鐘，厄德高送出助攻，熱蘇斯非常靈巧的轉身，然後不斷的控球改變節奏，最後將球打進球門。過去2個月，阿森納18場比賽，13勝3平2負，用1場完勝結束了超密集的賽程。老 K 現在甚至有種感覺，阿森納是不是像1999年的曼聯一樣，正走在3冠王的路上呢？今天球不僅贏了，還守住了拉亞的零封獎，甚至在大風大雨中只讓主隊利茲聯完成了1次射正。從教練執教的角度講，阿爾特塔確實將這支阿森納掌控到了極致。老 K 這裡就率先說一句，今年如果聯賽和歐冠都拿到，我是不會意外的。今年1月份，阿森納贏下了5場客場比賽，這也是他們的隊史第2次在單1月份贏下5場客場，上一次還是2000年的4月。要知道1個月如果想贏5個客場，就得有5個客場可以踢，說白了就幾乎周周都是雙賽。所以英超在聖誕節也不休息，真的是最變態的聯賽了。可是這樣的一支鐵血的阿森納，他們不僅進角球厲害，單賽季在英超已經獲得了5粒烏龍球，在隊史也僅次於09到10賽季。當年阿森納制造了6粒烏龍球，
09到10，那可是小隊長法布雷加斯在阿森纳大发神威的一个賽季。而這場贏下來後，阿森納也在阿爾特塔的帶領下，對利茲聯隊取得了7連勝，這是他們隊史聯賽對陣利茲聯最長的連勝記錄。甚至這7場球，阿森納一共打進了24個球，僅丟了5球。這也說明利茲聯隊白玫瑰是從來不慫，但凡對阿森納就肯攻出來，這就非常適合阿爾特塔的特點呀。利茲聯不蹲坑，阿森納遇到不蹲坑的就太舒服了。所以他們英超客戰利茲聯已經有5次單場進球4加，也是英超歷史客場對陣同一對手進球4加的場次並列最多，和切爾西對陣熱刺、曼聯對陣博爾頓並列。但由於賽程太密集，今天也有不好的消息，薩卡就在賽前熱身受傷了，提前結束了賽前熱身，在一名隊醫的陪同下返回了球員通道，這才帶來了馬杜埃凱緊急頂替薩卡出現在右路，正好也就趕上了馬杜埃凱今天大發神威，前面2個球幾乎都是他的功勞。另外還必須提老 K 最喜歡的41號賴斯，今天是他在英超的第300次出場。賴斯這個球員不僅球踢得好，精神屬性佳，人又長得帥，最關鍵他對自己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是不離不棄，無論別人怎麼說怎麼攻擊他的老婆，說不配做賴斯的妻子，可賴斯根本不理，賴斯直接回復：我老婆真實有趣，美麗善良，我愛她勝過世界上的一切，當我在世界上感到孤獨的時候，她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女人是我一生的摯愛，對我來說不存在你們所說的任何升級。賴斯的妻子弗萊爾是他的青梅竹馬，無論是相貌還是身材，可能大眾不喜歡，但是糟糠之妻勝千金，這才是真正的男人。不過今天表現更好的是加布里埃爾，他10次解圍2個搶斷，7次爭頂5次成功，5次地面對抗4次成功，又幫助了球隊完成零封，並且當選英超官方本場比賽最佳球員。還是那句話，看比賽老 K 就喜歡賴斯和加布里埃爾這樣精神屬性特別強的年輕球員，不要想其他的，就學習這樣的模範，要靠努力和決心去追逐自己的夢想。而另外，今天利物浦也在主場4-1逆轉戰勝了強大的紐卡斯爾。上半場是紐卡先進球，第36分鐘，戈登在禁區的右路低射遠角破門。可短短5分鐘之後，利物浦就做出反應，一頓連續射門被擋出之後，埃基蒂克在禁區內推射破門。緊接着2分鐘之後，還是埃基蒂克帶球殺入禁區，低射遠角，梅開2度。下半場第67分鐘，薩拉赫非常無私的在右路傳出一腳倒三角，仍然是回頭點，維爾茨抽射破門。補時階段第93分鐘，對方門將波普撲球脫手，科納特補射，將比分鎖定在4-1。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進球的科納特在1周以前經歷了自己父親的去世，他也因為這件事返回法國處理了父親的喪事，也缺席了利物浦3場比賽。今天他回來首發，並且打滿全場，在補時階段打入1個球。進球後，他先是滑跪慶祝，隨後隊友們紛紛湧過來抱着他。26歲的利物浦中後衛在場上也難掩自己的淚水。賽後，他也當選了球隊隊內最佳球員，這也是他本賽季首次拿到這個榮譽。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當然，我非常開心。說實話，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來形容自己的感受。過去2周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時刻，但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事情很難接受，但我們別無選擇。我知道球隊目前有不少傷員。”主教練在電話裡也告訴我，讓我慢慢來，不用着急復出。但是在傷病增多的這樣的情況下，對我來說，盡快回來幫助球隊是很重要的。今天我做到了，和球隊一起在安菲爾德比賽。今天的現場氛圍太不可思議了，這正是我們賽季結束前所需要的東西。那麼剛剛經歷了喪父之痛的科納特回歸後，給自己剃了個光頭。還是咱們利物浦那句話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今天的比賽利物浦雖然贏了，但是球場上的薩拉赫確實在場上沒有任何表現，既沒有持球和傳威脅球的能力，也不打內部的穿插，更不要說突破的能力了。但凡球到了薩拉赫腳下，球迷們就求着他不要丟失球權就好。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教練斯洛特仍然讓他首發。說實話，但凡你看了比賽，應該能夠理解利物浦球迷的感受。好，今天德甲拜仁慕尼黑在客場對陣漢堡。上半場第34分鐘，在禁區內，基米希不小心碰倒了對方的腿，被判罰點球，對方法比奧·維埃拉點射破門。8分鐘之後，哈里·凱恩做出反應，在門前轉身破門。這個球仍然是下底後的傳中倒三角。4分鐘後，奧里塞送出直塞助攻，剛剛登場的路易斯·迪亞斯破門，拜仁2-1領先。不過漢堡在下半場第53分鐘
邁克爾·布倫西斯左路傳中，乌什科維奇頭球破門。這場比賽，拜仁的球迷和教練被氣慘了。第91分鐘，拜仁的抽射，漢堡的球員手球，但這個手呢又是貼近胸口，這種球現在一般不判點球。不時第98分鐘，拜仁球員又投訴漢堡隊在禁區內推人犯規，但最後裁判判給了漢堡球權。賽後，孔帕尼說，當裁判在上下半場一共給了16分鐘的傷停時間的時候，那說明這場比賽中一定發生了許多事情。自從我來到拜仁之後，我從來沒有談論過裁判，但當你看到這麼長的補時，就會意識到影響比賽的不只是場上的22名球員，還有其他人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而今天凱恩的那張黃牌，防守球員自己滑倒了，結果卻給了凱恩一張黃牌。確實，我當時情緒很激動，只是因為一些本來很清楚很簡單的情況被裁判處理得複雜化了。我以前經歷過保級戰，我知道這是怎麼運作的。球員們在20天內踢了7場比賽，今天我們是打平了，沒有輸球，但真的很可惜。哈哈，孔帕尼這句話含金量很高啊！我以前經歷過保級戰，所以我知道這件事是怎麼運作的。那麼賽後，體育總監埃貝爾也說，在我看來，這名裁判有些應付不過來，對很多場上情況的判斷並不準確，這是我的看法，但這並不是借口。比賽結束後，漢堡主場的球員通道內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拜仁教練組的部分成員更是直接前往了裁判更衣室，在門口圍堵裁判奧斯莫斯，和他展開激烈爭論。出現在現場的還有哈里·凱恩，他一邊搖頭一邊從爭執旁走過，並被清楚地聽到他說，這是我在足球世界裡遇到過最糟糕的一個。儘管凱恩沒有點名，但幾乎可以確定他指的正是主裁判奧斯莫斯。不過，著名評論員拜仁的名宿馬特烏斯道認為，主裁判整體上是中立的。他說，這名裁判的整體表現是中立的，他並非所有判罰都正確，但在這樣的比賽中，想要做到完全正確非常困難。對抗很多，比賽節奏快，能量十足，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可能看清所有的細節。哈哈哈，這件事老 K 不摻和，感興趣的朋友多看幾次視頻，自己去體會。OK， 今天西甲巴塞羅那客場對埃爾切，真是一場半場攻防戰。巴薩本場7次錯失了絕佳機會，但仍然客場3-1戰勝了埃爾切。亞馬爾真是被氣急了，可是竟然只有1個進球沒有助攻，主要就是費爾明和費蘭托雷斯。上半場整體進攻打得還不錯，但是費蘭的射術實在是太感人了。想一想，亞馬爾如果能跟哈蘭德、姆巴佩配合，那聯賽冠軍、歐冠什麼的，那不拿到手軟呀？亞馬爾今天狀態神勇，嘗試過人3次，成功過人3次，射正2次，均為全場最高，也拿到了本場比賽最佳球員。再加上打皇家社會，亞馬爾也有關鍵傳球7次。可是這麼多傳球，隊友只打進去1個，有時候真的覺得這小將才只有18歲，是真的恐怖。今天他一共創造了多達8次得分機會，也成為了 OPTA 自2003到04賽季有統計以來，在西甲聯賽中首位單場比賽創造至少8次機會的 U20 球員，關鍵傳球8次。那麼首開紀錄再加上創造了8次機會，亞馬爾也如願當上了西甲官方全场最佳。巴薩在他的帶領下進攻太強了，本賽季已經有6名球員進球上雙，而其他5大聯賽的球隊沒有一支有超過3人進球上雙。巴薩現在費蘭托雷斯進了16個，拉菲尼亞13個，亞馬爾13個，萊萬12個，菲爾明10個，還有拉什福德10個。不過雖然是大勝，但一場比賽孔德和拉菲尼亞又受傷了。甚至當亞馬爾躺在地上的時候，球迷的心一陣陣抽抽。就打這麼個隊，如果3個主力受傷，那可就虧大了。就希望孔德和拉菲尼亞傷情不重。馬上到3月，真正的歐冠之戰就要開始。老 K 現在比較看好大巴黎和阿森納。好，再看看今天的轉會市場。來自電訊報的消息，如果曼聯卡里克下賽季留任，他希望拉什福德回歸曼聯，但這樣的回歸又很難發生。另外 Here we go， 曼城的門將奧爾特加將加盟諾丁漢森林。這位奧爾特加過去撲出了孫興敏熱刺隊的單刀，讓熱刺沒有辦法踢歐冠，只能去踢歐聯，結果反而因禍得福，熱刺打破魔咒，還拿到了歐聯的冠軍，堪稱是熱刺奪歐聯的最大功臣。另外阿森納方面為了說服馬德里競技將阿爾瓦雷斯賣給他們，竟然願意將熱蘇斯和馬丁內利都加入交易。目前體育總監貝爾塔將扮演關鍵角色，他在馬竞和阿爾瓦雷斯的经紀人關係非常密切，當初正是貝爾塔在馬競力主簽下了阿爾瓦雷斯。
還有米蘭的隊長門將麥尼昂終於和 AC 米蘭俱樂部續約到了2031年6月，這是 AC 米蘭自己的嘆息之牆。本來合同只剩5個月了，沒有想到還真就續約了。而今天還有關於皇馬的消息，在之前2比4輸給本菲卡的時候，居萊爾在第79分鐘被換下場。根據直播信號的口型，他在被換下的時候在重複的說：“永遠是我，永遠是我。”哎呀，要知道阿隆索走了沒多久，新的維尼修斯·居萊爾就出現了，他向新帥阿韋羅亞攤手表示不滿。這說明現在皇馬隊內確實有太多的球星更在乎自己，而且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些年輕人卻是一個比一個浮躁，一個比一個狂。維尼修斯也說：“永遠是我，永遠是我。”居萊爾也說：“永遠是我，永遠是我。”那麼馬德里主義者阿韋羅亞到底能不能鎮得住球隊，還真難講。好的，感謝大家的收看，歡迎您點讚、評論支持一下，關注老 K，所有的足球新聞盡在掌握。咱們明天再見。